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中餐厅9收官，丁禹兮落泪，沈月翟潇闻撒欢跑，现场笑中带泪。中餐厅9温情收官，丁禹兮泪洒杀青。2025年6月9日，摩洛哥那片湛蓝海岸线上，伴随着海鸥的阵阵鸣叫，备受瞩目的中餐厅9完成了所有录制工作，正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为期数日的异国经营之旅，如同一场短暂却绚烂的梦，在团队成员的依依不舍中缓缓落幕。本季中餐厅将舞台搭建在了充满异域风情的摩洛哥海滨城市，黄晓明以店长身份再度回归，携手丁禹兮、沈月、翟潇闻、尹浩宇、姜妍几位新鲜血液，以及灵魂主厨林树威，共同开启了一段融合美食、文化与跨国交流的奇妙旅程。这段旅程的终点充满了感伤，却也弥漫着浓浓温情。杀青现场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丁禹兮，这位平日里在镜头前总是带着些许腼腆笑容的演员，在录制结束的那一刻卸下了所有防备，任由感伤化作泪水滑落。他不仅与朝夕相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一一拥抱告别，口中说着感谢的话语，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他还走到拍摄设备前，认真地向着镜头、话筒、灯光一一挥手道别。这份近乎偏执的真诚，被细心的网友捕捉并称为细节控的真诚，瞬间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一旁的姜妍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轻轻走过去，为红了眼眶的丁禹兮拭去泪水。两人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与关怀，成为了团队温情最直观的注脚。收官当日，全体成员来到海边，想要留下最后的合影。海风轻拂，阳光正好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难掩离别的淡淡忧伤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既感伤又温馨的复杂情绪。黄晓明作为团队的核心，依旧有条不紊地协调着拍照的站位，努力维持着最后的秩序。沈月则是一如既往的元气满满，穿着可爱的元气造型，努力用笑容驱散离愁，活跃着现场气氛。而尹浩宇因为节目中那个负责收银，总是出现在屏幕角落的像素小人梗，在此时也成了大家调侃的对象，几度被起哄。然而，欢乐的表象下是难以掩饰的感伤。多位嘉宾在镜头转向的瞬间，被拍到偷偷抹去眼角的泪痕，而天空中盘旋不去的海鸥，仿佛也成了这场离别仪式中最诗意的背景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季中餐厅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，首次尝试了邮轮经营加跨国文化推广的模式。这不仅让餐厅的经营增添了更多变数与挑战，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。节目中，中国结的鲜艳，功夫茶的醇厚，舞龙的热烈，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摩洛哥的日常经营中。其中，丁禹兮身着一件设计独特的青花瓷图案厨师服，在街头参与舞龙表演的画面尤为令人印象深刻。他挥洒自如的动作，既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张力，又因他本人的参与而平添了几分趣味性，被观众评价为兼具文化张力与趣味性。而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，他随身携带的那块朴实的丝瓜瓤洗碗工具，竟也意外地成为了网络热梗，被网友戏称为最硬核的剧组周边。丁禹兮在本季节目中贡献了诸多令人捧腹又印象深刻的综艺名场面。在与印度厨师互动时，他单手稳稳接住飞来的饼子的敏捷身手，被网友制作成动图在社交平台上疯转。许多人惊呼这不科学，调侃这简直是武侠片既视感。此外，他的反差萌也成为了节目的一大看点。西装革履的他与在厨房里汗流浃背洗碗的他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路透中，
他被道具蛇吓得花容失色，或是因道具失误而手忙脚乱的样子，都贡献了无数笑点。还有他努力用流利英语揽客时，因为紧张而瞬间红耳朵的真实反应，更是瞬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，引发了无数共鸣。作为店长，黄晓明在本季延续了他一贯的严格管理风格，但也展现了他私下里的暖心一面。路透中曾拍到他将一些搬运重物的任务交给丁禹兮，一时间被网友调侃店长好严格，还是熟悉的配方。然而，从两人私下交流时的轻松氛围，以及丁禹兮完成工作后得到黄晓明赞许的眼神中，不难看出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。沈月和翟潇闻则无疑是团队里的活力担当。沈月凭借多套色彩明亮、充满少女感的元气穿搭，稳坐氛围组 C 位，她的存在仿佛一个小太阳，总能瞬间点亮周围。而翟潇闻则凭借其天马行空的搞笑整活能力，成为了节目里的气氛调节器。无论是西装配上一杯果粒橙的时尚灾难，还是各种即兴的搞怪表演，都让他被粉丝亲切地称为奇迹文文。两人下班后一起奔跑，与工作人员打闹的画面，更是成为了路透中的经典瞬间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尹浩宇在这段旅程中也完成了自己的成长线。作为团队中拥有国际面孔的成员，他从最初有些生涩的服务生，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，甚至成为揽客高手的角色。他用泰语、英语与不同国家的顾客交流的片段，即使是在路透中，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。未播先热，在收官时，他发表的感言文化传播在一餐一饭之间，虽然简单，却精准地道出了这档节目的核心利益与价值所在。中餐厅9预计将于2025年6月20日在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同步播出。目前已经曝光的路透片段，如丁禹兮舞龙、全员海边烧烤等高能瞬间，已经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相关话题的阅读量累计已突破30亿，足见这季节目在录制期间就已经积攒了极高的关注度。网友们普遍评价本季群像鲜活，治愈感拉满，对正片将如何呈现异国经营中的挑战、文化碰撞与融合充满了期待。摩洛哥的海风或许已经吹散了录制的烟尘，但中餐厅9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